什么？荒明月跑了？我刚才叫他吃饭，他不在房间。那赶紧把他找回来啊！眼看天就快黑了，一会儿说还有雷阵雨呢。找什么找？是饭不好吃，还是汤不好喝，还是说他看不起咱们东，我们所有人？有什么好找的？可是你们不想知道为什么班长能一秒入睡吗？有什么为什么？无非就是东海累了，难不成什么花仙子转世能施魔法啊？施沉睡魔法的不是花仙子，是黑女巫梅尔菲森特。你甭管是花仙子也好，黑女巫也罢，能让班长长眠不醒的，就是好的安眠药。那叫毒药。我治口误。飞哥，你听我说，他一个大活人，道理咱们都跟他说过了。他要真想走，也没有理由找他回来。这个是香奈儿春季的新款，价值不菲。如果据为己有，拒不归还，那是要被判不当得利罪的。超过1万块钱是要被控以侵占罪的，是要受法律制裁的。那得还给他呀。可是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。他现在应该在世纪豪城酒店。哇，够快的。哎，我说，话说你是怎么有他定位的啊？前2天加的好友。你也够快的呀！你不会也给我装了什么定位吧？装了，2年前。今天呢，我要参加一个很盛大的场面。那一般越大的场面呢，在服装上就要越追求简洁，应该把重点放在一些细节上。比如今天，我的细节就放在了我这款项链上。它上面的钻呢，可以让你在晚上的宴会里看起来闪闪发光。想要气场2.8米的小仙女，千万不要错过，跟我一起 get 起来哦！拜拜。新鞋都要跟我作对。你这画的是？看不出来吗？看起来像天线宝宝。是伪装成天线宝宝的蜘蛛侠。蜘蛛侠为什么要伪装成天线宝宝？这么蠢？因为蜘蛛侠被迫参加一场很无聊的宴会，他不想去，可是他的老板逼着他去，没办法，他觉得自己很蠢，很想逃跑。我知道了。你就是那个伪装成天线宝宝的蜘蛛侠，被你们老板逼着来参加宴会的，对吧？我特别能理解你。啊，以前呢，我爷爷总是逼我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，所以我也总是逃跑。我们俩呀，就像是人在江湖，不得不低头。人在江湖，接的不是身不由己吗？是吗？是啊。没什么区别吧？反正我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的处境一样。怎么说？我也是迫于无奈，才来参加这场宴会。我不能跟你说了，我还得去见我的未婚夫呢。唉，走了。伪装成天线宝宝的蜘蛛侠，祝你今天晚上逃跑成功。这不是我们最近在体验生活的花大小姐吗？她一个晚上跟3个男人鬼混，还好意思来她未婚夫陈景然的欢迎宴会啊？也许人家各玩各的呢，谁知道啊？你现在可是我们圈子里的红人啊，大家都羡慕你艳福不浅，自费学习，为将来拴住老公做准备。看你这么努力，姐妹几个可望尘莫及呢。
莎莎，那你真是太谦虚了。我知道，你一直都暗恋我哥，几次投怀送抱，人肉快递上门都被拒之门外。我特别佩服你这种拼搏精神。唉，就怪我哥的眼光太高，你不用太伤心。你莎莎，你们几个还真是好姐妹。没关系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不跟你们计较。好呀，明月，我们朋友一场。我也很羡慕你，还有一个不离不弃的未婚夫。不过你这个未婚夫陈景然也太低调了，直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。我们大家可都是很好奇呢，他今天怎么没有陪你一起来啊？他去停车了，我先上来。哼，明月，几日不见，你的撒谎技术下降了。这儿的酒店根本不需要自己停车的，不知道吗？我呢，就是喜欢他这种凡事都要亲力亲为，一点都没有架子的样子。到现在还在装腔作势啊？你不害臊吗？难怪你哥把你轰出来了。真是越不要脸的人越爱拿羞耻心说事。哼。明月，亲爱的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他们几个就一直在欺负我。你的发卡落在我这儿了，啊。这个什么时候戴不行呀？你看他着急的。你是陈景然？对啊，他就是我的未婚夫陈景然。很帅吧？你说他是陈景然，有什么证据吗？老板，您不是说不来了吗？怎么又过来了？老板，我来替你向大家解释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这位就是我的老板陈景然先生，还有他的未婚妻花明月小姐。他们今天本来有事来不了，所以让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如果各位要是不信的话，这个是陈景然先生的邀请函，是吧，老板？黄莎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之前那些事都是你在背后搞鬼。我花明月这个人呢，向来都是知恩图报。不过，谁要是招惹我，我也会有仇必报。老板，哎，可以放手了吧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哦，我是来还你发卡的。哎，你们两个，我刚才帮了你们，不会现在就忘了我的存在吧？你是谁啊？为什么帮我们？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就是陈景然的助理陈龙平。不过也不是为了帮你们，这么无聊的宴会，谁愿意来啊？我早就想走了。只不过呢，刚才看到花小姐以一敌十，觉得非常过瘾，就顺手帮了一把，就当交电影票钱了，是吧？很酷，是不是？非常的酷帅。
你说你是陈景然的助理？是啊，我们老板他一定会非常欣赏您的个性的。他昨天还在跟我们说你们婚约的事宜呢。是吗？他还记得我？当然。那他怎么没有来啊？我找他有事。我们老板今天特别忙。谢谢你刚才帮我们，如果没有其他事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咱们走吧。秦东海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，以后呢，我就不打扰了。陈助理，麻烦你带我去见你们老板。华小姐，这边请。什么？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求你们陈家人这个时候为我两肋插刀，也不能插我2刀吧？简直是欺人太甚！看来陈家已经放弃你了，咱们走吧。华小姐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。要不这样，你给我你的联系方式，到时候我去跟老板问清楚了，我再来联系你。回来了。爸，我刚才在外面听说，我们要跟花家解除婚约，是真的吗？对，是我让人放出去的消息。可是爸，花明月刚被他哥赶出来，我们就跟他们解除婚约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外面的人怎么说我们？怎么说花明月？弗洛拉现在是花明晨的天下了，他们兄妹之间闹得很僵，怕是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我不得不向花明晨表个态。对了，你跟花明晨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这样，你们师兄弟约一下，吃个饭，探一探他的口风。爸，我不想去。不想去？我让你回国不就是来帮我的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咱们家的航空线一直在亏钱。我听说花明晨最近要更换物流供应商，这次咱们一定要拿下弗洛拉的独家合作权。跟花明晨见面的时候，别提花明月的事儿。我知道了。自从你接任董事长以来啊，因为工厂的事儿，跟牛总他们几个股东们闹得不是挺愉快的。毕竟他们对第一工厂也是有感情的。我觉得你再考虑考虑，也趁机改善改善跟牛总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二叔，这酒呢偏酸了点，我换一瓶更好的给你。哎，明晨，这酒挺好的，哎，不酸啊。不过你可以再开一瓶啊。好你个陈景然，竟然背信弃义，落井下石，雪上加霜，背后捅刀！谢谢你不娶之恩，我花明月永世难忘。你看，能一口气说好多成语的，也不算个文盲吧？啊，这背后插刀也算成语啊？雪上加霜也有语法错误。你们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？快看吧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就不要太难过了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我会在你身旁帮你的。我答应过老董事长，做你的家庭教师，我会把你培养成一名合格的继承人的。这叫什么路？这是绝路死路！我本来就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大小姐，突然半路出家，杀出来一个什么继承人？没有人天生应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就你会说，反正我不要，不想不做。别忘了，集团现在还不是你的。你在明月面前伪装成一个好哥哥，很辛苦吧？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打心眼里接受过明月？是不是想等我死了，集团到手就把他扫地出门？我真后悔让你成为公司总裁。
哎，班长。明月，明月。 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去问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，为什么这么对爷爷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你现在不应该打草惊蛇，应该搞清楚这个录音是谁发给你的。我就是想要他给我一个答案。好，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你想好了吗？你以为你把这个录音拿出来，他会主动跟你忏悔吗？他不会的。而且你自认为的兄妹之情，只会感动你自己，根本感动不了他，因为在他心里。 根本什么都不存在。一旦你把录音拿出来，就会逼他跟你撕破脸，到时候你就会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。不用你管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。开门！开门，胖叔！ 快点开门！哥哥，怎么了？我收到了一段录音。爷爷出事之前。 是和你在一起的，是你把爷爷气晕的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别忘了，集团现在还不是你的。你在明月面前伪装成一个好哥哥，很辛苦吧？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打心眼里接受过明月？是不是想等我死了，集团到手就把他扫地出门？ 我真后悔，让你成为公司总裁，把弗罗拉交到你的手里。爷爷，您叫我来就是说这个，我还以为您说什么呢？您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您真打算让花明月那个草包代替我继承弗罗拉？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我不是您亲孙子吗？怎么就比不上那个野女人的野种吗？你。 爷爷，打得好，我会永远记住这巴掌的。等您100年之后，我会加倍还到花明月身上。你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我已经拟好遗嘱，花家的一切都属于明月。爷爷，您这么做，只会让花明月的下场更惨。 一个傻子抱着金元宝，谁不想分一杯羹啊？到时候千万别怪我做的太绝，都是您教出来的。你再说一遍，我说，都是您教出来的。你，爷爷，爷爷。 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跟你说了，我不想当什么继承人，我也不会抢走公司。可是你居然为了抢走集团，把爷爷气到昏迷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到底想什么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你记不记得小时候？ 我们最喜欢玩捉迷藏，然后有一次我们玩捉迷藏，我躲进了桥洞里，我不小心睡着了，就整整找了我一整天，之后把警察都叫来了。我和爷爷都是你的亲人，哥哥，
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啊？别跟我说什么亲人，你不过就是抢走我爸的人，你也配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我妈妈一直都把你当做亲生儿子对待，我也把你当做我的亲哥哥。别叫我哥，我从来都没想认过你。就算你讨厌我，那爷爷又做错了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从始至终我都想不明白，明明我才是花家唯一继承人，我比你努力10000倍，为什么爷爷和爸爸只爱你？你说我不该恨你吗？把录音删了，对外我们还是好兄妹。我不删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做的这些事情。你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你给我，放开！本来想给你留点颜面的，现在不用了。大门就在那儿，滚蛋！我不是您亲孙子吗？怎么就比不上那个野女人的野种啊？那哥哥让你做什么，你就要做吗？对啊，我最喜欢哥哥了。你别叫我哥，我从来都没想认过你。明明我才是花家唯一继承人，我比你努力10000倍。只要你不放弃，我们就还没有输。请你做我的师傅，帮我夺回爷爷留给我的一切吧。花明月，我将对你进行身体素质、心理素质、企业管理、经济金融、社交礼仪、商务外语、专项自救技能，还有各方面的专业培训。我会让你得到进入弗洛拉的实力，扭转你的人设，为你今后继承集团铺平道路。师傅，你也知道，我平时学习就不好。我知道，我也没什么实力。我都知道。那你还让我看这些？就没有那种更快捷、更简单、一步到位的方法吗？打江山容易，守江山难。如果你没有服众的真才实学，就算你得到了集团，你会很快失去的。你之前不是说什么都听我的吗？怎么都是假话？当然不是。好，我准备好了，这次绝对不怂。好，如果你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就把这个协议书签了。不合理，这也太不合理了吧？这哪儿不合理啊？我要你帮我夺回弗洛拉，你却只让我回去之后恢复明月。虽然我很感动，但是呢，我花明月不是这样不知恩图报的人，绝对不会欺负老实人。这样吧，等我回到弗洛拉之后，给你分20%的股份，让你和我一起坐拥天下，怎么样？糖衣炮弹。那我们收留你是不是也？不需要。需要。
我说需要就需要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的开销就从我的股份里面扣吧。还有一件事，我需要验证一下。什么？这样可以吗？好像不行。这样呢？好像还是不行。你俩离这么远，怎么可能有用啊？你们三个这么看着我，让我怎么睡啊？速战速决吧。任务完成，睡觉去了。你们两个说，明月这丫头摆的什么迷魂阵啊？为什么东海一跟她睡就过去了？哎，这上一回他俩睡什么时候啊？明月第一次回家的时候。第一次就睡了？那这2次都有什么共同点啊？都是跟明月睡。这不废话吗？洗澡。洗澡？啊。哦，对哦，2次都是花明月洗完澡。可能是一种体香，这种体香呢，可以刺激到大脑内松果体腺素的分泌。睡眠不好的人呢，就影响大；睡眠好的呢，那就不受什么影响了。那也说不通啊。那上次你们3个把花明月送到酒店的时候，东海不也没睡着吗？上次花明月喝酒了，酒气遮住了体香。我觉得高人分析的不错，花明月平时身上就有很重的香水味儿。哎，肯定是这样。什么呀？你们到底站哪边啊？站科学。你们懂科学吗？站科学，睡觉。好睡就位，高人就位，起飞就位。花明月呢？起床，起床！我不行了。不行，再来一次。为什么还不行？不是已经很像豆腐块了吗？你觉得它像豆腐吗？重来。没有5菜1汤，我是不会吃的。榨菜包子，煎鸡蛋，咸鸭蛋，油条5菜，汤呢？1汤。使劲，使劲，使劲！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加油，走！
第一工厂现在已经连续亏损22个月，我打算按照我们之前提过的议程将它关闭。这个议程，老董事长就是不同意而搁置了。第一工厂对于我们弗洛拉来说意义重大，老董事长刚刚躺下，你就迫不及待地把它关掉。要是他知道了，他肯定不会同意的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已经耽搁了2年了。现在趁着地价上涨，是关停变卖的好时候。你不要一意孤行。牛总，你好像没搞清楚，我现在才是弗洛拉的董事长。老华，你是老爷子的儿子，你来说2句。我？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，2位说的都有道理。啊，这第一工厂对集团来说它至关重要，但是一直亏损，这也是事实。其实呢，集团之前的事情都是老董事长还有明晨做的决定，但是现在老董事还处于昏迷状态，而约好这2年的期限他还没到啊。我觉得这件事情，要不咱们再想想啊？再想想。你都说了些什么？那个，对不住啊，各位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你们接着聊啊，接着聊。牛总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现在距离是否关闭第一工厂还有3个月的时间。如果我能让第一工厂起死回生、扭亏为盈的话，算不算你重大决策的失误？好，那我们就3个月之后再看。如果在这段时间之内你能让工厂扭亏为盈，我承认是我能力不足，你们大可以弹劾我，我等着。华董，牛总这是摆明了要跟您对着干呀！倚老卖老，欺负我根基前辈。华董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婚姻的事儿也该考虑了。外溢集团的千金姚胜男就是个不错的人选，如果你们能够联姻的话，不需要，出去。董事长，你要的文件给你放这儿了。在公司里你干嘛？你这次买的巧克力，要比上次的苦。你不喜欢啊？喜欢。原来你喜欢吃苦，那我下次多买一点，让你吃个够。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吧。我们还没结婚呢，就住一起，算什么？算。你先忙。录音来源查到了吗？查不到啊，华董。不过我怀疑很可能是你们集团内部的人在搞鬼。查一下牛总最近在跟谁来往。好。30分钟就做了这么多菜，还没有油烟，太厉害了吧！就有的抽油烟机就是不一样，班长做菜都没有油烟味儿了。对，你们这种厨房太需要这种集成烹饪中心了，不然到处都是油烟的话，我这每天保养的头发和皮肤都白费了。这点油烟有什么危害啊？油烟里有致癌物，沾到皮肤上就有可能堵塞毛孔，所以防油烟和防晒是一样重要的日常基本护理。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这么夸张？还有道蒸鱼。你们先把这些端过去，等下就开饭了。
我想聘请你，做我孙女儿的家庭教师。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我真的不是。我知道，你当过兵，担任过消防班长，还受到外国名校的青睐，以全额奖学金入校学习 MBA， 现在是国际救援组织的志愿者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没错，正因为这样，我想用我有限的生命去救更多的人，所以抱歉，董事长，我不能接受您的任命。你之所以离开市场部，就是因为说话太直吧？于是，市场部经理就诬陷你泄密，把你给开除了，对不对？我会为你恢复名誉的。为什么一定是我？因为我需要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来教导明月。想和你拥有心跳感应，好让你察觉思念的涟漪，将初次相遇化为珍惜，没说的秘密萌发在心底。你的心里能充满意义，不安和怀疑都统统丢弃。我细心传达我的心意，